山东一家年营收30亿的比亚迪经销商轰然倒下，20多家门店人去楼空，1000多名消费者找不到售后，维权群一个接一个的建起来，比亚迪出事了。这家经销商叫济南前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是比亚迪在中国东部最大的合作商之一。曾经门店开遍济南、潍坊、淄博、泰安等4个城市，有1200名员工，年营业额能撑起一整条商业街。但2025年4月17日，他公开发文现金流断裂，撑不下去了。原因直指比亚迪调整政策，压榨经销商，搞压库，最终逼得前程崩盘。比亚迪官方的回应是：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你扩张太快，杠杆太高，自找的。一个推锅，一个喊冤。可问题是，被撕裂的是谁？是那上千名买了车却修不了、退不了、投诉无门的普通人。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前程名下的大多数比亚迪门店已经关门，冷冷清清，玻璃门上的正在装修已经长满灰尘，售后电话永远没人接。而那些已经买了车的消费者，连个修车的地方都没有。有人花了14万买海豹，现在车胎坏了修不了；有人买了宋途欧，还没上牌就已经变成孤儿车。你以为这只是一个经销商的问题？错了，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系统性危机的冰山一角。中国的新能源车企看上去风风火火，实则内忧外患。自从2023年1月，特斯拉率先打响降价战，中国车市就进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绞肉式厮杀。据第一财经统计，从2023年到2024年，中国车市已有超过200款车型被卷入价格战，平均单车降价幅度高达 9.2%。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整个行业利润率被拉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披露，仅2024年前8个月，全行业因价格战直接损失1380亿元，利润率跌破 3%， 有些企业甚至卖一辆亏一辆。比亚迪作为价格战急先锋，最新动作更是惊掉一地眼镜。2025年5月下旬，比亚迪宣布下调王朝网、海洋网多达22款车型价格，其中海豹双电机版混动轿车一口气降 5.3 万元，直接杀到 10.3 万，降幅高达 34%。有顾客高兴了吗？并没有，因为这些价格要用以旧换新才能享受，变相绑定消费。更要命的是，这一波操作直接把港股和 A 股的汽车板块打趴。比亚迪跌超 8%， 吉利跌 9%， 长城跌 5%， 领跑、理想、小鹏通通跟跌。从投资者到经销商，从供应商到消费者，没有赢家。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说，汽车行业的恒大早就已经存在了，不是会不会爆，而是还没爆。他直言，现在的价格战逼得车企偷工减料，产品降级，行业信用崩盘。原价22万元的车，现在卖12万元，你告诉我怎么可能保证质量？你以为你捡了便宜？不，你买的是定时炸弹。根据车家号发布的数据，2024年中国汽车行业毛利率整体下滑，比亚迪净利润率从2023年的 7% 降至2024年的 5.2%。技术、渠道、成本每一样都在压榨利润，但你还得继续杀价，因为市场内卷没尽头。比亚迪一边猛降价，一边猛扩张，但它的供应链、经销商和售后系统却开始断裂。前程的倒下是第一张骨牌，后面还可能有辽宁、广东、浙江。知乎上一位叫汽车销售员李明的用户透露，比亚迪强制给每家经销商下达高提车任务，有些 4S 店月库存深度高达 2.5 个月，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也就是说，经销商被硬赛车卖不掉，还得天天交租金、交利息、付工资。
利润空间只有3000元，一旦遇到市场波动，资金链马上断。这不是健康的商业模式，这是比资金链先崩的是神经链的自杀游戏。2025年，中国供应商正在经历最艰难的寒冬。汽车厂商每年都要求年降，过去只要降2%至5%，现在一开口就是10%、15%，甚至20%。更狠的是，付款时间被成倍拉长。10年前，比亚迪结账45天，现在延到90天，甚至182天都有。你是供应商，你撑得住吗 ？Wind 数据显示，16家上市中国车企平均应付账款为182天，远高于国际汽车公司水平。这意味着零部件厂商现金流极度吃紧，一旦某个车企稍有违约，整条供应链都可能断裂。这些厂商没有热搜，没有公关，只有老板跳楼、工厂倒闭、员工讨薪。2025年5月，比亚迪在山东和辽宁的2家 4S 门店相继关闭，直接影响上千名消费者。很多人都开始怀疑，比亚迪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恒大？恒大出事之前，谁都以为它只是现金流紧张，谁也没想到整个中国楼市会从那一刻起开始塌陷。而今天的比亚迪正在重走恒大的路径，靠高负债扩张市场，靠不断烧钱换流量，靠政策加持维系表面的繁荣。比亚迪的飞速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护航，但问题是，这种护航越来越像一种毒瘾。2023年，中国新能源车企获得的各类政府补贴、优惠政策总额超过1700亿元，比亚迪拿走了其中的400多亿，占比超过1/4。但补贴不能养活一家企业一辈子。2025年开始，国家逐步退出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比亚迪的现金回流骤减，压力激增。此外，海外市场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质疑声浪日益高涨。欧盟反补贴调查、美国税收壁垒、东南亚关税壁垒，这些都在实打实的阻击比亚迪出海。而在国内，发改委也开始出手打击低价内卷，一纸通告，瞬间让整个行业从狂奔转向恐慌。比亚迪赖以生存的政策优势正逐步消失。没有了奶妈，它还扛得住市场的冷酷洗礼吗？降价看上去对消费者是好事，但实际上伤得最深的也是消费者。第一，频繁降价让老车主成为韭菜。2024年底买了车，2025年1季度就降价3万元，这种资产缩水感让中产消费者信心崩塌。第二，售后崩塌正在蔓延，经销商倒闭，4S 店关门，车主的维修、保险、保养渠道断裂。一旦车辆出问题，维权之路漫长且无门。第三，低价背后是偷工减料。一位曾任比亚迪供应商的工程师透露，为了压低成本，比亚迪对多个供应环节实施极限压缩。例如，内饰材质从原来的 A 级材料换成 B 级甚至 C 级，电池组的热管理系统设计也大幅简化。这在夏天高温状态下容易出现热失控，甚至起火。中国消费者以为自己买到了物美价廉的车，但实际上买到的却可能是下一场灾难的种子。比亚迪倒了，中国汽车业会怎样？我们必须直视一个可怕的可能性，比亚迪可能就是下一个恒大。如果比亚迪倒下，不只是1000多家经销商、几万个就业岗位的消失，更是整个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断裂。电池、芯片、底盘、零配件，这些数十万家中小企业将遭受灭顶之灾。一场类似恒大的系统性风险可能由此爆发。这场悲剧已经露出苗头，山东、辽宁的比亚迪门店已经关闭，价格战导致整车毛利率持续下滑，车主维权遍地开花。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经销商破产，也不是一轮普通的降价促销，而是一整个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重塑和国内消费萎缩双重夹击下的挣扎与哀鸣。比亚迪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恒大？没人能断言。但一个越来越显而易见的现实是，当中国汽车行业的恒大们一个接一个浮出水面，我们可能已站在一场制造业金融危机的边缘。如果今天的比亚迪是另一个恒大，那么明天谁会成为恒大之后的碧桂园？